好，我是普太太。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样瘦下来10公斤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跟我一起看下去哦。今天的分享主要会分成3个部分。第一，就是为什么我想要减肥。第二呢，就是我减肥的过程是什么，还有第3个部分就是减肥给我带来的好的那些改变有哪些，所以我会从第一个部分开始说起。第一个想要讲的呢，就是为什么我想要减肥，还有我减肥的动机是什么。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体脂很高，然后肉肉的，肌肉不是很发达的泡芙人。然后中间因为碰到了新冠肺炎，每天都是在家工作的状态，持续了大概1年左右吧，每天都是在家吃饱睡，睡饱吃，还有工作，所以活动量骤减的情况下呢，就让我爆肥了10公斤。每次照镜子啊，就会发现衣服都穿不下，而且看起来不是很好看。朋友也会开始说，你的屁股好像变大很多，你是不是肿了一些啊？所以因为这些诸如此类的这些原因，我就决定要好好的减肥。那特别是我在决定要减肥之后呢，我在 Instagram 的限动上面问了一个问题，就说有没有人觉得我这次减肥会成功？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很喜欢嚷嚷着要减肥的人，所以我就在限动上面发了说，有没有人觉得我这次减肥会成功呢？就有大部分的人觉得我会成功，但是会有20%人就觉得不可能啦，你这次一定会失败的。其实呢，我必须要感谢那20% 的人，因为他们觉得我会失败，所以让我激起了非常强烈的斗志，下定决心我一定要证明给别人看，我这次减肥是一定会成功的。虽然这个动机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弱，可是因为随着我减肥的过程，我的心境产生了很不一样的变化，所以我的动机也从很薄弱的动机慢慢的越来越稳定，最后它就从薄弱的动机慢慢变成我这些打不倒的毅力，到最后再跟大家一起分享咯。讲完了动机之后呢，我想要分享一下我减肥的过程。我减肥的过程主要有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激烈减脂期；第2个阶段寻找平衡期；第3个阶段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就是维持状态期。激烈减脂期的这个阶段呢，给大家看一下照片哦。这个照片呢，大概是2022年1月左右，当时整个人都是处于非常肿的状态，很抛，然后只要动一下就会非常累，非常喘。那也是因为这个阶段，让我为了之后的运动还有减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为我开发了一套非常有效，对我来说非常有效的一个运动概念，叫做让自己辛苦但是却不是很痛苦的一种运动法。相信大家都一定有听过建立一个良好习惯需要40天的时间这个说法吧。我就是受到了这个讲法的启发，才给自己设定了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所以我知道我这段时间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累，知道我不会把我自己推得太严格，让我自己很想死，所以就达成了一个辛苦却不痛苦的这样子的一个平衡。这段期间呢，我每次运动大概都只是10分钟，甚至是15分钟。最多20分钟而已，我就会从网络上搜寻像是周六野Pamela 帕梅拉啊 Mayfit、Pita 哥哥、Zumba 或者是其他一些健身网红，可以查到的一些20分钟以内或者是10分钟左右低强度有氧运动的影片，或者是我会去外面跑步大概10分钟左右。这些是属于比较简单可以轻易达成的有氧运动。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很讨厌运动的人，所以这些短短的时间还有小小的改变，其实对我来说是感到有点辛苦的。我就是每天一直洗脑我自己，我想要减肥，那我一定
要做某种程度上的调整，我必须1个星期里面告诉自己5天我都要去做运动。确实你会觉得很辛苦，因为是跟你平常的生活习惯非常不一样的一种新的生活模式。一开始你会觉得有点麻烦，因为我们还要工作，还要生活等等，还有其他很多的事情。但是其实后来我告诉我自己，只有10分钟而已，感觉应该蛮简单的，我要每天坚持应该不会太难吧。就是这种心态让我自己，除非真的生病了我才会停下来，不然我都是非常努力的去坚持达成我的目标。我告诉我自己，只要碰到40天，我就可以习惯成自然，不会再觉得这么痛苦。后来我发现，其实不需要到40天的时间，只要大概1个月的时间，我的心肺功能就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了。你看我现在运动大概只有10分钟而已，还坚持1个月，对我身体就有这么大的影响。所以我就很想要知道说，如果我之后可以不断的用这种心态，慢慢的去加运动的时间，会不会我也可以建立更好的习惯，还有更长的运动时间呢？那因为我有这样子的想法，就可以让我更能够去坚持运动这件事情，而且还可以一步一步的往上去推进，去设定更艰难的目标。但是这个阶段其实我对于运动或者是健身都没有太大的了解，所以我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步伐去做而已。那接下来我想要讲一下吃的部分，我大概是怎么样去做的。之所以这段期间叫做激烈减脂期，是因为我对于减脂饮控没有很好的概念。我就是知道要减肥就是要吃少一点，要吃草吃青菜，然后不要吃很油的东西。所以这段期间其实我吃的是属于过度清淡的一个状态，像青菜啊、鸡胸肉啊，饭就吃的很少，或者是水煮的鱼汤这种很轻的，然后完全都不加油的这种饮食模式。甚至我去朋友家聚餐，我都会自己打包一个低卡便当，小小的去朋友家聚餐这样子。接下来我想要再给大家看第二张照片，就是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其实大概才4个月左右，我的身体其实已经产生了很明显的变化，但那是因为我平常是一个完全不运动的人，再加上我误打误撞把我的热量压得非常低，所以等于是我的消耗量跟我的吃进去的量拉得很大，让我的身体很快的就可以瘦下来。可是这不是一个最健康的减肥的方式，我不建议大家跟着我这样做。吃的内容跟我的运动的频繁的程度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是因为赤字拉很大才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这个阶段虽然成效非常的明显，但是并不是很推荐大家跟着我这样子去做。好，然后接下来到了第2个阶段呢，就是进入了我的寻找平衡期的这个阶段。我开始大量的去阅读健身、减肥、营养的书籍，我去研究别人是怎么样健身啊，或者是怎么样减脂的。我看了很多营养师的书，我看了很多知名的健身网红，所以我对于减肥、增肌、减脂运动就有一个全新不同的认识。所以呢，这个阶段我就开始对于热量啊，还有营养均衡，还有增肌减脂的概念就有更好的了解了。这个阶段我就开始吃的比较均衡一点，然后也吃的比之前更多一点。但是我对于自己吃进去的东西呢，还是非常小心的、谨慎的。这个阶段我就开始用了一个 app， 叫做 Carb Manager。Carb Manager 是一个记录热量的一个 app， 让我非常轻松的记下来我一天吃进来的热量，然后再搭配一个秤子，我去称我的食物，再搭配一个这个 app， 有时候可以扫描已经包装好的食物，有时候是可以直接输入，譬如说我今天吃了1碗米饭100克。称完之后我就把它记录下来，大概是130卡的热量，我就可以很好的去追踪我一天吃进来的热量有多少。也是因为在这个阶段，我就更好的了解这4个减肥的黄金箴言，这4个字：热量赤字。在减肥，你想要减肥，你一定要记得的不是什么各种琳琅满目的减肥法，什么168断食，什么减糖饮食，不是那种减肥方法。有些减肥方法会对你特别有效，有些减肥方法会对你特别没效。但是其实不管怎么样，他们的宗旨都只有一个，就是热量赤字。你要瘦，你就要热量赤字，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嘛。你想想看，你吃进来的热量只要小于你消耗的热量，那你的身体就会去燃烧你的脂肪啊等等，才能供给你的身体的运作嘛。所以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越来越瘦。只要达成了热量赤字这个目标，
无论你今天是吃了1300卡的苹果、1300卡的炸鸡、1300卡的番薯，或者是1300卡的奶茶，只要你能达到赤字，消耗的比吃进来的还要多，你就有可能变瘦。那至于可以瘦成什么样子，或者是健不健康，还是要去看你饮食的均衡性。我刚刚打的那个比方，只是想让大家理解，1300卡是一个热量的概念，可以透过各种不同的食物的排列组合去达成这个热量目标嘛。所以这就是记热量的重要性。不过我刚刚给的那些例子比较极端一点，因为一般来讲我们不可能只吃进一种食物。我只是想要表达，热量的赤字呢，不在于你吃什么，而是在于你吃了多少。所以这段时间我发现前一阵子我根本就是吃的太少，可能会让我新陈代谢降低，我就开始在吃的更均衡一点，然后吃的更多一点。这个期间呢，我还了解到了TDE 这个概念，就是我的基础代谢率，所以我会确保我可以吃到我的基础代谢率，再加上我对于营养素的了解，我就开始很仔细的去计算我的热量，去看那个食物后面的标签啊，或者是去看它们的营养成分，而且我会特别留意我的每天的蛋白质，还有碳水，还有脂肪的摄入，还有蔬菜，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了。所以其实中后期我就没有刻意的去节食，那我希望我可以吃的营养，然后又可以减肥。所以在我减肥的这段期间，我还是会偶尔会吃零食，不过我会非常小心的去吃它，而且我会尽量能不吃它就不吃它。因为你会发现，之所以它叫做零食，就是代表它是额外的热量，它是加工的热量。在我每天的正餐，我可能一天我在减肥的期间，我只能吃1500卡的热量，但是一个零食，我吃了一包洋芋片，可能就已经400卡，那等于是我剩下来只有剩下1000卡，随便吃个什么肉啊饭的，就已经超过你一天要减肥的目标的热量了。所以呢，我就是尽量会不要去吃零食或者是饮料这些东西。可是如果我真的很想吃，只要你控制你的量，你还是记录下来，可能我是吃半包的洋芋片，都可以大大的降低你的热量的摄取。只要可以解馋或者是缓解你对那个食物的欲望就可以了。毕竟减肥是一个长期抗战，你不可能永远就是吃的很可怜，不去碰那些你喜欢的甜点或零食。要记得量真的很重要啊！相信大家在看我的 Instagram 的人，可能也发现我是一个吃货，而且我很喜欢煮菜，所以你们可以在上面看到我常常发一些食谱啊，是比较健康的，也是比较适合减肥，还有也比较营养的一些组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的说明栏下面去点进去我的 Instagram 去看。也就是在这段寻找平衡期的期间呢，我开始加入了一点阻力训练。我发现我的心肺能力经过之前的那个辛苦却不痛苦的那个建立的阶段，我已经到现在好几个月下来，5-6个月下来，我已经可以跑大概30-40分钟左右了。然后我做那些有氧运动，我会再去搭配一些无氧，可能是用阻力带啊，或者是用在瑜伽垫上做一些深蹲等等的练习去凑。所以这段时间呢，我可以做到40到50分钟左右的一套训练，然后再加上我是一个很喜欢挑战的人，所以我就会不停的去推进我跑步的时间，还有有氧的时间，适度的加入一点点阻力训练，这是我寻找平衡期的一个方式。在这个阶段呢，我对于健身还有饮控已经有了基本的知识了，甚至我中间还回去台湾大吃大喝哦。但是因为我对于食物是有概念的嘛，所以我就是会很留心我吃进去的食物的热量是什么。就算我有跟朋友有局，但是我不会让我3餐都大吃大喝，我会可能只有1餐大吃大喝，然后另外2餐可能吃的比较清爽、比较健康，然后吃的比较低卡一点。我也会继续的跟我很爱运动的爸爸跟妈妈，就是去长跑啊，或家里多走几步路，或者是做一些瑜伽垫上的阻力训练。所以虽然肚子有稍微大一点，因为吃吃喝喝嘛，但是回来美国之后，我发现我竟然体重上面没有变胖的迹象，所以还是对于这个热量赤字的概念有了解情况下，真的不是很容易再变肥的很夸张。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从台湾回来到现在的这一段维持的时间。那因为我已经觉得自己已经瘦到了可以接受的一个目标了，觉得这个阶段我看自己是满意的。那我后来发现我追求的是一个更精实的
体态，还有更强健的肌肉，所以我开始增加了重训的强度还有频率。再来就是我饮食会再吃的更多一点，因为我想要增肌，所以我会增加蛋白质还有碳水的一个。我现在一个星期平均的运动量是1周5天，每个星期有2天是跑10到13公里，大概花掉我2个小时，1到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另外3天呢，我会做重训，1个小时的上肢训练，然后1个小时的臀腿训练。其实想要达成我心目中好看的那种精实健美的目标，大量的有氧虽然可以达到减脂的目标，但是不一定可以帮我练出好看的肌肉，因为你大量的有氧并不一定会促进肌肉的合成，你必须要不断的去针对部位性的地方去刺激你的肌肉，你才可以让肌肉破裂，然后再重新生长，越长越大，越长越大。所以你是需要那些强度跟刺激去长出好看的肌肉的。如果说一直做有氧的话，会阻碍那个环节，所以你可能会看起来很瘦、很骨感，可是不一定很有那个肌肉的线条感。那我后来发现我最后一个阶段，我想追求的就是肌肉线条感，但是我又已经有点爱上跑步了，所以我现在短期的目标就是要先把我的半马跑完。那我半马跑完了以后，我就会把有氧的量稍微再降低一点，把重训的比例提高，会请教练指导我，这样希望我可以练出一个更精实，然后更结实的一个体态。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我想要分享一下减肥给我带来的3个最大的好处。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影片与其是分享减肥的方法，更不如说是运动给我带来的正面的影响吧。首先呢，我觉得最直观的就是身材，你的身材会变得更好，你会更有曲线，这个是必然的嘛，吃多动了，你的身材一定就会看起来更有曲线、更紧实、更好看。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自信。自信有2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从你的身材，你瘦了，你觉得自己变漂亮，然后给你自己带来很大的自信，觉得开始穿更多各式各样好看的衣服。第二个部分，我觉得是带来心理上的自信，不一定是只是在讲外表，而是你知道你自己可以承受这么样多的辛苦跟挑战，然后你终于可以达成一件事情的那个自信。因为你会发现，透过饮控，透过运动，你可以达成的事情，其实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这就是让我产生自信的很大的原因。比如说，从小我就是一个跑步非常慢的人，每次有运动会要跑100公尺，我一定是跑30秒以上，而且永远跑最后一名。你能想象，就是一个像我这种从来不运动，不愿意多走一步，能坐着就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的那种人，到现在我可以说，哇，我随便动一动就是2个小时。其实对我自己的自信是有很大的提升，因为我发现，哇，你看看以前的那个很弱的我，到现在，哇，我好强壮，而且我的心态也更好。你可以产生这么样大的一个改变，你很难去想象说以前你非常讨厌一件事情，然后现在你变成很热爱这件事情，那你会把那个自信全部都加注在你自己身上，你会觉得哇，是因为我非常努力，然后我可以做到这么多的事情。我觉得得到更多的是对于自己的肯定，因为你有办法坚持下来。其实减肥跟运动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他们需要很大的毅力。再来最后一个呢，它就是可以让你的心理的素质还有心情都更好、更强大、更有毅力，还有更正向。其实跟刚刚那个提升自信是非常类似的。我这个人呢，从小到大其实一直都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看事情容易看到比较负面的那种。我发现运动啊，它可以很好的训练我这一个缺点。它就让我知道说，很多的阻力、很多的困难，其实都是像那些重训的哑铃，或者是像跑步的终点一样，只要你可以撑得住，牙一咬，其实都是会过去的。而且你会想，只要我今天可以举了一个20公斤重的哑铃，20公斤甚至30公斤、40公斤，你越举越重，你会觉得没有什么困难是你达不了的。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它可以大大的提升我的挫折容忍度，因为你会告诉你自己你可以，就是跟举重一样嘛，就是跟跑步一样嘛。如果我可以从10分钟变成120分钟，那我的人生中的一些小小的辛苦、小小的困难，你就会觉得相比之下就没有那么痛苦了。它让我的动机呢就变得也更强烈，让我觉得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个目标。目前我喜欢半马，我就去跑半马。下个目标我想要练得更精实，那我就去做重训这件事情。那再下个目标，可能我会想要去跑全马，不一定。但是这些对我来讲，途中的训练都可以让我变得更 ready， 就是会觉得碰到什么挑战，我都会觉得更正向的想要去迎接它。那我觉得以上这些好的事情，其实都是超过我原本所期待的。我本来只是很肤浅的想要变好看而已，可是后来想想，你想要变好看也没有错嘛，那只是一个你自己给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连带的影响我在工作上的抗压性，我在目标的达成性都不会像以前一样那么抗拒挑战。我觉得这是给我带来最好的改变。所以与其说今天是一个分享减肥的过程，更不如说这像是一个心灵鸡汤吧，跟大家分享一下，运动真的让我变成一个很开心的人。所以我现在就是一直很努力的想把这件事情跟大家讲。减肥是一个运动的附加价值，它给你带来的有健康，有建立自信，有让你增加抗压性，有太多其他好的事情。然后因为我真的知道减肥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常常你要自己一个人坚持，你会觉得很痛苦。所以现在呢，我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我就跟大家讲说，如果你想要运动，你就可以 hashtag workout with Sylvie， 我会看到你运动嘛，我就会陪你做一套运动，或者是我运动的时候也会让大家觉得你们不是自己一个人在运动，有一个人在某处陪着你们运动。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也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我是母太太 Sylvie， 祝你减肥成功，我们下次再见。怎么突然失焦？觉得你们不是第一个，我要